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离奇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，一个发生在深夜书店的奇异经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夜晚独自待在一个地方时，周围明明很安静，却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你。也许是一种错觉，也许是潜意识的警告，但今天的故事主角李飞却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一切。一切从一间不起眼的深夜书店开始。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，寒风凛冽，巷口的路灯摇摇欲坠，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影子。书店的玻璃窗内透出柔和的光，但这份温暖的氛围却掩盖不了夜晚那种阴的诡异。李飞是一名兼职的大学生，那天的书店生意很清淡。最后一名顾客匆匆离开时，风铃响起清脆的叮当声，仿佛为这个夜晚的平静画上了句点。但真正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。他无意间瞥见了窗外的路灯下，一个奇怪的影子正静静地伫立着。奇怪的是，那影子没有任何实体对应，却像活物一般在地面徘徊，脚步声轻缓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影子的奇怪形状，那就太天真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彻底陷入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魇。冬夜的寒风像刀子般刮在脸上，巷口的路灯时亮时灭，橘黄色的光晕若隐若现，映衬着深夜的冷清。书屋的玻璃窗上映着李飞的影子，他一边哈欠连天，一边机械地擦拭着柜台。今天怎么这么冷？他喃喃自语，搓了搓发红的双手。书店并不大，却别有一番情调。昏黄的灯光笼罩下，书架像静默的巨人，目送着稀稀拉拉的顾客进进出出。屋内有一股隐隐的旧书香，伴随着偶尔轻微的翻页声，让人不禁放慢呼吸，似乎害怕打扰了这份宁静。夜晚的最后一名顾客离开时，门口的风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，显得格外突兀。李飞挥了挥手，晚安，下次再来，与顾客裹紧了围巾，步伐匆匆，几秒钟后便消失在巷子深处。随着大门缓缓关闭，书屋的安静变得愈加浓稠，仿佛连时间都被冻结了。李飞长舒了一口气，开始收拾散乱的书籍。他一边将一本本书归位，一边思忖着今天的天气似乎比往常更冷了一些，冷得有些不对劲。就在他伸手关掉书架上的台灯时，无意间瞥见了书店门外的路灯下有个模糊的黑影。他的动作顿了顿，那黑影不是人，说得更准确一点，它像是一团影子，没有尸体，却在地面上孤零零地徘徊。影子的形状时圆时长，像被风吹乱了一般，诡异地晃动着。李飞皱起了眉，他下意识地靠近玻璃窗，想看得更清楚一些。可是巷子里空无一人，只有影子那奇怪的影子，似乎带着自己的意识，在路灯的光晕下来回移动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可能是灯光的角度问题吧。他低声自我安慰，但内心那一丝不安却开始发酵。再仔细一看，那个影子停了下来，像是在注视着什么。他的位置刚好对着书店的门，影子的脚尖轻轻抬起，然后落下，像是在门口踱步。会不会是街上的流浪汉？他强迫自己接受这个解释，双手抱紧肩膀，试图驱散寒意，但脚却像被定住了一样，无法动弹。一阵冷风穿过玻璃门的缝隙，带来刺骨的凉意。风铃微微摇晃了一下，发出轻轻的叮当声，影子也随之晃动了一下，似乎笑了。李飞猛然打了个寒颤，他不由自主地退后几步，试图用理性压下涌上心头的恐惧。别想那么多，大概是路灯出了问题。他喃喃着，将手伸向门锁，但他却没有注意到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背后似乎也多了一个影子。书屋的钟表指向11点整，李飞打了个长长的哈欠，伸手将最后一盏灯关掉。整个店顿时陷入昏暗，只有门口的玻璃窗透进些许巷道里的微光。终于可以下班了，
他低声喃喃，拿起围巾准备出门。手刚碰到门锁时，一阵细微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轻缓而有节奏，像是有人小心翼翼地在书架间穿行。他僵住了，他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，店里应该没有其他人了，最后一个顾客早已离开，而且门就锁在他眼前，没人能再进来。可能是老鼠，他低声自语，试图用这个解释安慰自己，但脚步声持续着，清晰的让他头皮发麻。那不是老鼠，那是人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身看向店内，空荡荡的书架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他站在原地，强忍着心跳的加速，目光扫过每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，但灯光昏暗，只能看见书架的模糊轮廓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一切可能只是听觉的错觉，也许是书架木头受潮后的响动，又或者是自己太过疲惫，大脑在开玩笑。听错了，他自言自语，抬手用力搓了搓脸，转身继续锁门。但他的手刚碰到门锁，便猛地缩了回来，门锁冰冷的刺骨，像刚从冰水中捞出来的一样。即使戴着手套，那种彻骨的寒意还是顺着手指一路爬上他的手臂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咬牙将门锁拧紧，冷得几乎握不住钥匙。锁住门的一刹那，他忽然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感，仿佛将某种危险隔绝在了门外。他低头调整了一下围巾，准备迈步离开，却不经意间从玻璃窗里瞥见了身后的影子。那影子从路灯下的位置缓缓地挪到了门口，他停在了那里，安静地站着。玻璃上映出的影子轮廓分明，他与李飞的影子重叠在了一起，却显得更加深沉，更加逼近，仿佛只要他稍微一转身，便能直接撞上他。他的心脏猛地漏了一拍，寒冷的空气似乎凝固在了胸腔里。他的手指紧紧攥着钥匙，却发现自己怎么也迈不出脚步。别转身，脑海中有个声音在劝告他，他试图说服自己只是看错了，是灯光，是窗户反射的错觉，是过于疲惫导致的幻觉。可他越是这样想，越感觉那影子在靠近，几乎能听到他靠近时的轻微呼吸声。他最终没有回头，匆匆走进寒冷的巷道，消失在书屋的灯光外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玻璃窗的倒影里，那个影子仍旧站在原地，透过窗户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。回到公寓时，寒冷的冬夜仿佛已经渗透进骨髓。李飞用力关上门，锁好，听见咔嗒一声清脆的响动，这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声音，却让他忍不住一阵战栗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将围巾扔到沙发上，试图摆脱书店的诡异经历，那些脚步声、黑影和冰冷的门锁。或许所有的怪异都只是因为自己太疲惫了，他对自己这么说着。小小的公寓狭窄却温暖，白炽灯散发着柔和的光。他抬手捏了捏僵硬的肩膀，然后径直走进浴室，打算用热水冲洗掉一天的疲惫。热水很快腾起白雾，模糊了镜面和玻璃门。他闭上眼睛，任由温暖的水流洒在脸上，终于感到一丝放松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种难以言喻的不安感却逐渐笼罩住他。哒哒哒，是水滴声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却发现玻璃门上模糊的水雾中隐约浮现出一个形状的一个脚印。它的轮廓逐渐清晰，从无到有，仿佛有人用力踩在玻璃上留下了痕迹。他的心跳开始急促，目光死死盯着那个脚印。脚印的位置很高，比一个普通人站着踩出的高度要高得多。啪嗒啪嗒，紧接着门外传来了轻微的敲击声，声音断断续续，像是手指在不急不缓地扣着墙面。敲击声停顿了一会儿，而后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，一个轻飘飘的低语，模糊又冰冷，仿佛从耳边传来。不要回头。这个声音似乎不是人类发出的，而是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，直接渗入了他的意识。他的头皮一阵发麻，脚下像生了根，完全无法动弹。谁在那里？他低声问。
声音颤抖的连自己都感到陌生。地狱没有回答，敲击声却忽然急促了起来，一下一下，像是迫切的想要穿透这道门。恐惧像潮水般淹没了他，他终于无法忍耐，猛地拉开浴室的门，连声尖叫都卡在了喉咙里。然而门外，整个公寓陷入了诡异的黑暗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，甚至连外面的街灯也不再发光。漆黑中一片死寂，只有水珠从他的头发上滴落，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回荡在整个房间。他站在浴室门口，盯着漆黑的客厅，眼睛渐渐适应黑暗。他能感觉到某种东西在黑暗中看着他。就在这时，厨房方向忽然传来一阵异样的脚步声，比之前在书屋听到的更清晰，更靠近，像是某人赤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。他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浴室的玻璃门在他背后轻轻晃动。咚！一声低沉的响声从玻璃门上传来。他猛地转过头，惊恐地发现玻璃门上多了2个脚印，比之前那个更大更深，仿佛有一双脚正从门内缓缓探出，向他靠近。第二天，李飞顶着一晚没睡的疲惫，拖着沉重的步伐再次踏入书屋。他需要找到一些线索，哪怕只是一点蛛丝马迹，也好过独自一人被恐惧吞噬。书屋在清晨显得格外寂静，寒冷的空气像无形的手，轻轻拍打着玻璃窗。李飞打开灯，试图用光线驱散内心的阴影，然而光亮只能照亮表面，却无法驱散那些埋藏在记忆深处的画面。那奇怪的影子，玻璃门上的脚印，浴室外的敲击声。他沿着昨晚听到脚步声的方向走，低头在书架间寻找。书架底层的角落里落了一张书签，它显然不属于书屋，样式老旧，纸张边缘已经泛黄，像是被时间侵蚀过。书签上只写了6个字：阴影终将跟随。李飞的后背瞬间发麻，手指也止不住的微微颤抖。他翻转书签，背面写着一个地址，用潦草的字体勉强辨认得出，影像13号影像。这个名字他听说过，是城郊一片废弃区域的别称。据说那里早年因不明原因封闭，至今鲜有人踏足。他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内心的理智告诉他应该远离，但一种无法解释的好奇与不安驱使着他，仿佛有一种力量在召唤他前往。影像在城郊尽头，满是荒草和废墟，那里的建筑早已斑驳不堪，铁锈的气息混杂着腐朽的味道，弥漫在阴冷的空气中。李飞沿着小路步行了10多分钟，终于站在了一栋破败的旧宅前。旧宅的大门斜开着，门框上垂下的藤蔓像一只只枯死的手，迎接着不速之客。门内一片昏暗，只有透过破碎窗户的微光，勉强勾勒出地板上的轮廓。墙面斑驳，角落里堆满了灰尘和蜘蛛网。他打开手电筒，灯光在旧宅内游移。随着他的脚步声响起，另一个更轻、更缓慢的脚步声随之而来。他立刻停下脚步，屏息倾听，脚步声也随之停止。可这种安静让他的心跳更加急促，像是心脏快要跳出胸腔。不可能是自己吓自己。他咬着牙，强迫自己继续前行。随着深入旧宅，空气中潮湿的气息越发浓重，腐朽的味道似乎在侵蚀他的理智。手电筒的光芒扫过大厅的墙壁，映出一排模糊的黑影。他猛地转身，用手电筒照向自己的背后，却只看到了一个拉长的影子。那是他的影子，但不完全像他的。他比他的影子更高更长，形状也不规则。他的轮廓似乎正在缓慢移动，与他并不同步。他盯着地上的影子，越看越觉得它像一个独立的存在，而不仅仅是他自身的倒影。咚！一声低沉的响声从楼上传来，像是什么重物被推倒了。李飞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手电筒的光微微晃动，指尖因恐惧而发抖。这时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不再是单一的，而是多双脚同时踩在腐朽地板上的声音，凌乱而迫近。他不敢回头，
只能一步步向门外退去。然而背后的声音却愈发急促，不要回头。脑海中那个冰冷的声音再一次浮现，可他的理智早已崩溃，忍不住猛然回头，手电筒的光刺向身后空无一物，可地上的影子不止他一个。旧宅的地下室门口，腐朽的木门上挂着一把早已生锈的铁锁，轻轻一推便吱嘎一声开了，扬起一阵灰尘。李飞屏住呼吸，握紧手电筒，踏进了这片更深的黑暗。地下室里异常安静，只有潮湿的墙壁渗着点点水珠，偶尔一滴坠落，声音回荡在空荡的空间中。他的手电光柱扫过四周，尽头隐约有一个高大的物体，一面镜子。镜子破旧不堪，表面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尘，几乎看不清它的反射。手电筒的光晃了一下，镜面模糊地映出了他的轮廓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近，伸手在镜面上抹了一下，冰冷的触感让他不禁打了个寒战。镜子上的灰尘被抹去，露出了更清晰的倒影。然而他马上意识到有哪里不对，镜中的自己没有同步动作。他瞪大了眼睛，看着镜中倒影的手从镜子中缓缓放下，而他自己的手还僵硬地停在半空。那不是他。镜中的影子微微动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渐渐变得模糊，像是化开了一层薄雾。下一秒，他竟然抬起手向镜子这边伸了过来。不可能！李飞跌坐在地，手电筒从手中滑落，光芒胡乱晃动。他疯狂地后退，但镜中的影子依然在慢慢靠近，手指已经触碰到了镜面。不要过来！他声音颤抖，几乎是哀求着。镜子中忽然亮起一片幽暗的光，像是深不见底的漩涡，从中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场景：书屋里低头翻书的顾客，巷口的黑影，玻璃上的脚印，还有浴室外敲门的影子。这些画面在镜中交替出现，环绕着他，像是在审视着他的一切。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回荡的阴冷：是你带走了他。他怔住了，耳边嗡嗡作响。带走了什么？他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什么，但脑海深处开始翻涌出零碎的记忆片段。那些失踪的顾客，那些在书屋巷口徘徊的影子，还有每次听到的脚步声，他们的源头似乎都与他有关。镜子里的画面继续翻涌，终于定格在一片阴影之中。第一声变得更清晰：你的影子是他的囚笼。他意识到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每当他离开一个地方，总有人神秘失踪，而这些人最终都成为了他影子的一部分。他的影子不是他的，他是某种无法解释的存在，一个永不停息的猎手，而他是他的宿主。镜中的影子猛然大笑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。他的手已经穿出镜面，抓住了他的脚踝。他拼命挣扎，甚至踢翻了手电筒，光芒在地下室内旋转摇曳。他的呼吸急促的像要撕裂胸膛，挣扎间却发现自己的影子已经彻底与镜中的影子合为一体。最后一秒，他看到了镜中的自己，一张陌生的脸，一双空洞的眼睛。镜中的他站在原地，朝着他露出一抹冷笑，而他本人却被拖入了镜子的深渊。地下室恢复了安静，镜子表面再次蒙上一层灰尘，只留下微弱的脚步声，缓缓消失在远处。李飞从漆黑的深渊中醒来，四周一片死寂。他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空间中，毫无边界，只有一面镜子悬浮在他的正前方。镜子中映出他的模样，苍白、疲惫，但熟悉。我还活着，他喃喃道，伸手触碰镜面。镜子表面像水波一样荡开，但他的手却无法穿透，只是停留在冰冷的表面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镜中的自己微微动了动，动作有些僵硬，但与他本人并不完全一致。不对，他的心跳逐渐加快，他尝试挥手，但镜中的倒影却没有跟随，而是站在原地，用一双冰冷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。你不是我。他说出这句话的瞬间，镜中的影像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。那的他缓缓向前跨了一步，从镜面中走了出来。
影子的脚步声回荡在这片空间中，每一步都似乎踩在他的心脏上。李飞慌忙后退，直到自己贴上了镜子的背面。他惊恐地盯着面前的影子，他比他更高，更真实，身上的细节甚至比他自己的躯体更鲜活。你是谁？他声音颤抖。影子没有回答，只是慢慢靠近他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你已经没有用了，轮到我了。李飞试图挣扎，试图逃跑，但四周像是封闭的囚牢，无论他跑向哪里，影子都在一步步紧逼。他的身体开始僵硬，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控制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却发现它们逐渐变得透明，像雾气般消散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他拼命喊叫，但声音像是被吸进了一片虚无。影子越过他，缓缓走向镜子，用手轻轻触碰表面，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然后他轻松地穿过镜面，离开了这片空间。李飞瞪大双眼，看着镜面内的世界迅速恢复到现实中的书屋。他意识到，那的影子已经彻底取代了他，成为了现实中的他。镜子表面再次变得清晰，反射出李飞无助的眼神。他试图呼喊，试图拍打镜面，但他的一切努力都变得无声无息。他成了镜中的影像，被锁在这个囚笼中，无法挣脱。而在镜子外的世界，影子从容地披上他的生活，走出了书屋。他抬头看向巷口的街灯，脸上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意。寒风中，他的影子在地面上拉得很长，仿佛伸向无尽的深渊。影子的最终低语回荡在夜晚的寒风中，谁是下一个？